家好，今天来到了我老公家的老宅子。老公说这是他父母结婚的地方，也是他出生的地方。老宅子已经建成30多年了，但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已经荒废了20多年。老公经常跟我说，咱把小院子改改吧，周末可以带着孩子来玩玩，体验一下咱小时候的农村生活。经过长时间的碎碎念，他终于把我洗脑成功了。好像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院，确实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于是我们决定对小院进行改造。第一天回来砍树就光荣负伤了，被花椒树的刺扎到了胳膊，很长的一根刺，看着都疼。老公说花椒不止吃着麻，扎到胳膊里手也麻。事情是这样的，昨天砍树用的是手锯，给我老公累得够呛。今天一大早就去买了个电动的，果然工作效率高太多了。看这个200斤的胖子玩得多开心，或许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第4天，忽然在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碗，老公兴奋地朝我喊：“快来快来，找到古董了！”我赶紧跑过去一探究竟，结果拿到手里才发现，这啥呀这是？30年前就已经打过水井，不过是老式的压水井，太长时间没用，配件都坏了，也配不到新的，只能把它拆了，重新安压力罐。30年前的水泥真结实，2位师傅轮番上阵才把它拆下来。压水井虽然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外观还很好，老公应该是觉得扔了可惜，把它单独收起来了，不知道后期能不能用它旧物改造一下，让我们一起期待吧。2位师傅都是本村的居民，虽然我跟老公结婚10多年了，但是平时回来的少，老公不介绍我还真不认识。看他们干活都很熟练，配合也很默契，一会儿功夫就把压力罐给安好了。我看着有点炸。老房改造第1次出现突发状况，由于房子已经建成30多年，再加上长期无人居住，导致木梁因渗水造成腐烂，与墙体连接的木梁已腐烂了一半，房子的承重能力大打折扣，随时有坍塌的风险。为此，瓦工师傅们提出了解决方案，用红砖砌成一定高度的立柱，然后用2台千斤顶同时将木梁顶起来，以便于继续填入砖块，从而起到加固房梁的目的。经过1上午紧张的作业，师傅们冒着风险，成功的对房梁进行了加固，为师傅们点个赞。昨天发现木梁腐烂下沉，对木梁进行了提升，并且用红砖砌了一个立柱加固木梁。木梁下沉的原因是因为屋顶小平台开裂造成的。由于30多年前我们这边还不具备做平房的技术条件，小平台是用10几块水泥板搭建的，时间久了，水泥板之间就会出现缝隙，导致渗水。经过和瓦工师傅的讨论，决定了小平台的维修方案，用水泥砂浆重新浇筑一层平面，并在水泥砂浆中植入铁丝网。铁丝网的作用有点类似钢筋，增强混凝土连接的密度，确保不会开裂。由于面积比较小，机械化作业成本太高，只能选择人工上料的方式。工人师傅配合非常默契，很快就完成了上料工作。最后，瓦工师傅用抹子对表面进行了处理，并找出一定的坡度，方便雨天排水。师傅说明天平台还要洒水养护。
终于对这个破烂不堪的门楼下手了。经过30多年的风吹日晒，门楼已经被摧残得摇摇欲坠，时不时的会有瓦片掉落。前2天刮了一场大风，使本来就松动的水泥棒掉了下来，幸亏没人住这儿。师傅们小心翼翼地把门楼上完好的瓦片拿下来，以便再次使用。师傅们说，现在这种瓦片不太好买，新瓦是肯定买不到了，只能去买拆下来的旧瓦。门梁是整块的水泥预制板，瓦工师傅们站在墙头不方便发力，请来老公的表哥用叉车帮忙挑下来。随着水泥板的落地，拆除工作也接近尾声，非常期待修缮好的样子。今天一早开始了修复工作，先是把老房的门诊石固定好位置，经过岁月的洗礼，右边的门槛底座已经腐烂，只能现场加工一个。加工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意外，瓦工师傅拿着电锯的时候不小心把老爸的鞋子割了一个口子，差点割到脚，幸好虚惊一场。电锯开槽实在不好掌握，瓦工师傅们只能手工开槽。门槛底座安装好以后，由于门梁是老公的表哥开叉车挑下来的，所以只能再找表哥来把它挑上去。随后瓦工师傅们对门梁进行找平作业，继续加高。摇摇翅比较轻，2人可以抬得上去。编辑视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门楼的木梁都尽量使用以前老门的木梁，一些有安全隐患的就只能换掉了。用来承托房瓦的木条是我老公另外一个表哥亲情赞助的。由于刚才的小插曲，可能老爸还是心有余悸，这次他把电锯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一根根的把木条裁成合适的长度。工人师傅们把木条整齐地钉在一起，用来承托水泥砂浆，以达到固定房瓦的目的。旧门楼上拆下来的芦苇杆也没什么用了，只能一把火烧掉。接下来开始上瓦，因为脚手架高度不够，年轻的师傅说把脚手架4条腿各垫1块空心砖，老师傅却说竹排下面各垫2块砖就够了。到底还是老师傅经验丰富，年轻师傅的办法要搬8块砖，老师傅的办法4块砖就够了。因为之前的瓦碎了很多，老爸专门开车出去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了瓦，也只能是勉强够用。瓦片铺好以后，工人师傅们又重新制作了新的挡水条，这样控制水流的方向，可以避免下面的木头因遇水而腐烂，可以使用的更长久。门楼修复好了，接下来是对柱子进行美化，一老一少2位师傅左右开工，动作相当麻利。最后让我们看看修复好的成果吧。经过2天的努力，门楼已经修复好了。今天开始抬高屋内地面，由于房子是30多年前建的，周围新建的房屋地基都很高，现在屋里地面的高度已经低于外面路面的高度。瓦工师傅用水平仪测量了一下，大概要垫高30公分。看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黄沙垫？因为预算有限，而且垫地面的土是儿子的同学家友情赞助的。当初老房建造的时候，整体高度就比较高，加完30公分的高度，净高还有将近4米。考虑到预算问题，老爸和老公能自己动手的就尽量自己动手。在这之前，他们爷俩已经推了3车土垫了院子。其实刚开始准备改造小院的时候，老爸还是不太支持的，但是看到老公卖力的样子，总是默默地加入到改造队伍中。抬高主屋的地面大概用了1车土，工人师傅找来了震动板，对地面进行夯实和整平工作。为了更好的夯实地面，体重200斤的老公主动站到了震动板上，增加震动力度。看来胖子并不是那么的一无是处，你们说他还有必要减肥吗？整屋震平以后，老公又拿着木方对犄角旮旯的地方进行手工夯实，然后就是用小推车一车一车的往屋里推水泥沙灰。大工师傅一边用自制工具找平地面，一边指挥着水泥沙灰放在什么位置。一个人进行找平作业着实有些吃力，老爸也进来帮忙。这位大工师傅跟我们是同村的，虽然快60岁，但是按辈分的话跟我老公是同辈的，所以我老公要把他叫大哥。屋
个人大概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不到40孔的地面铺满沙灰。看看我们最后的劳动成果吧。昨天一天把室内地面全部加高，并用水泥沙灰铺装找平路。今天开始对屋檐进行修补，重新安装新的排水口，以确保下雨的时候水流通畅，并用水泥修补外立面。经过几天跟瓦工师傅的学习，老公也找了一面墙试着修补起来，动作和手法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成果展示，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院子里的土是老爸和老公提前推进来的，节省了很多时间。瓦工师傅直接用震动板震平夯实。这个位置后期我们会改造成厨房和餐厅，还没确定好具体施工方案，不知道是做木屋还是砖混的房子。先用水泥沙灰浇筑出一个平台，大家对我们这个位置的改造有什么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木屋整体感觉比较惬意休闲，坐在开放式的木屋里，泡上一杯清茶，看着窗外的花花草草，老公说有种倚楼听风雨的意境。砖混的房子就比较实在，造价便宜，结实耐用是它最大的优点，但是只能建成平房，因为真的买不到我们用的这种瓦片。所以大家有更好的方案吗？平台需要做光滑的表面，撒灰的环节老公想去帮忙，但是被瓦工师傅嫌弃了，因为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老公只好悻悻离开。师傅们用水泥灰膏对平台表面进行光滑处理，这个工作只有经验丰富的大工才能胜任，何况我们这些外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了。离家比较远的师傅已经先回去了，还是本村的大哥比较给力，坚持把工作做完。收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新的一天从搬砖开始，昨天瓦工师傅加班到很晚，完成了水泥平台的铺装。今天开始建造小院的厕所加洗手间。考虑到用工成本，决定用方便快捷的空心砖来建造。因为空心砖的体积比红砖的体积大很多，所以搭建起来会比红砖快捷很多。因为用砖量比较少，销售点送货上门的成本又很高，于是老公决定骑着奶奶的电动3轮车去村里的经销点自己装运。看老公一手拎一块很轻松的样子，本来想帮他分担一点，于是我搬起一块试了试，然后就只是试了试，果断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我问老公一块砖有多重3斤的30斤吧。一3轮车只能装40块，于是老公就开始了一天的搬砖之旅。一块砖20-30斤重，一车装40块就差不多1000斤，加上200多斤的胖子，导致上坡的时候动力不足，于是老公只能借助惯性，边加油门边推车。运砖的间隙，老公还要对刚铺装的水泥平台洒水养护。厕所搭建好以后，瓦工师傅对院子破损的围墙进行了修补。至此，第2阶段的瓦工作业全面结束。小院室内开始铺地板砖了。前2天的瓦工作业把买的2吨水泥都用光了，今天一早又让卖水泥的老板送来1吨。因为门比较小，车子进不到院里，水泥都要卸到门外。贴砖师傅很早就来到了小院，由于沙子和水泥在院子外面，老公和师傅一起用小推车往室内推水泥和沙子。说到大门，之前的视频里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不把门办大一点？因为本身院门口的路很窄，只有3米宽，仅够车辆通行。就算把门改大了，车也很难开到院子里去。另外最主要的是我们想保留30年前的老门。办完沙灰，老公想跟着师傅学习如何贴砖。师傅一脸嫌弃地说，你别看这是你的房子，我还怕你砸了我的手艺。师傅今年58岁，自己说从16岁开始学习贴砖，经验是相当丰富。老公本来想跟师傅当学徒打打下手，现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师傅干活。
因为天气变冷了，所以深切地体会到了袖手旁观这个词儿的含义。不知不觉天黑了，师傅说拌出来的沙灰还没用干净，放到第二天就不能用了。你们赚钱也不容易，不能浪费了，去找个灯来，我加班，把剩下的沙灰用完。工作之余，师傅给我们讲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他爷爷身上的故事。我听后瞬间感觉毛骨悚然。今天又是贴砖的一天，我们来聊一聊昨天说的那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说实话，我听过以后真的是毛骨悚然。当时我们的同胞们是遭受着怎样的践踏和屈辱？侵华战争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问题，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耻辱。你爷是什么时候没的？你爷让日本人钉在门上，让狗吃了。现在的我们因为祖国的强大，让我们的生活平安富足，非常庆幸我们如今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但是我们依然要铭记那段历史，14年的浴血奋战，3500万同胞的伤亡，这些数字都应该牢牢地刻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你们有没有听长辈讲过那个时期的故事？可以评论区讲述一下。经过2天的努力，室内的地板砖贴完了。今天要做的是把化粪池挖出来，顺便让师傅把买来的蹲便器装好。一大早，老公和老爸就拿起铁锹和锄头开始工作了。听老公说，刚开始的时候特别难挖，之前奶奶种的芸豆的根茎混合在泥土里，挖不动的时候要用手清理。长柄铁锹有点施展不开，老公专门找来一个短柄铁锹。化粪池需要挖1.2米宽、1米长、1.5米深，工作量还是不小的。父子俩交替挖坑，贴砖师傅就在里面整理地面。挖出来的土正好用来回填厕所地面。由于厕所建的比较小，推车推不进去，只能人工一锹一锹地甩向3米外的位置。贴砖师傅在对地面进行找土工作，老公帮着打下手。地板砖是不够用的，买地砖的时候没有把厕所要用的数量算进去。老公说，三叔家的乡村大别墅里还有很多之前用剩下的地砖，果断骑上奶奶的3轮车拉了过来，真好，又是省钱的几天。因为是好几次装修剩下的，花色很丰富，大家可以数一数有几种花色。因为手机忘记充电，铺砖和砌砖的过程没有拍到，大家看一下成品效果吧。小院改造木工进场了，因为口罩原因，给小院所在的区域按下了暂停键，我们被迫居家隔离。不知道我们的库存视频能不能坚持到解封。首先来回应朋友们提到的关于地面抬高以后门变矮的问题，当然是根据实际情况对门进行简单的改造，把之前可以开合的窗户拆掉，抬高窗框，然后把防盗的钢筋一根一根的拆下来。由于有些钢筋拆不动，就只能用切割机割掉。窗户是用螺丝固定的，由于30多年前用的螺丝现在都已经生锈了，再加上过去的螺丝没有什么硬度，用工具很难拧下来，所以只能暴力拆除。之前的窗户是用不到了，后期都要换成整块的玻璃。拆完门框以后，开始把之前的门装回去，装上新的荷叶，用螺丝固定。在这里分享一个装门的小技巧，装门的时候是不能紧贴地面安装的，后期开关门的时候，门会跟地面产生摩擦，产生一定的阻力，最好是垫一点东西，留出一定的缝隙。我们是用了铺地砖剩下的边角料垫在下面，以确保两边的门都留有同样的缝隙。装门之前还要把之前门上残留的荷叶清理下来，同样的步骤安装荷叶，用螺丝固定。装好以后开关门试一下，不合适的地方再稍微调整一下。门装好了，开始安装门框，以起到固定门和安装玻璃的作用。装门框之前，先对门框进行一个简单的清理，30多年积累的灰尘需要用钢丝刷清理。先用气钉枪从侧面打入钢钉，以起到暂时固定门框的作用，然后再用卷尺测量两边距离是否一致，随后用加长螺丝对门框进行彻底加固。
由于操作空间比较小，要先用锤子把螺丝敲进去一部分，才能用手电钻把螺丝引到底。到这里，门的抬高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要进行室内吊顶了。开始吊顶了，木工师傅先用脚手架搭好工作平台，中间最高的部分用了2组脚手架拼在一起，才勉强够得到最高点。脚手架搭完，工人师傅用激光水平仪找出屋里的水平点，脚手架跨度不够，师傅就找来了木板，直接搭到木梁上。这操作属实让我眼前一亮。紧接着，师傅们用铁丝把木龙骨一根一根地固定在水泥横梁上。老房是锥形的瓦房，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瓦房的结构特色，老公坚持给老房做锥形的吊顶。关于这个吊顶，老公真的是费了很多心思。起初想用芦苇帘做出浓浓的田园民宿风，跟工人师傅沟通的时候，师傅表示这个操作难度很大，材料虽不值钱，但特别费工时。然后老公又想到用桑拿板吊顶，营造出休闲木屋风。师傅表示桑拿板单价比较高，常规宽度都只有10公分，拼接起来相当费工，所以整体价格不菲。由于预算有限，贵的果断不选。在此期间，师傅极力推荐我们做成平的吊顶，说这样做起来他们比较省事儿，我们又比较省钱。同样材料的情况下，平顶只需要尖顶价格的2/3。老公坚决不同意，说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接下来就是老公穿梭在各大建材市场，寻找他心目当中理想的材料，最后选定了这款物美价廉的木纹护墙板。跟老板反复确认，护墙板可以用来吊顶使用。这款护墙板是仿木纹涂，虽然视觉上比较接近桑拿板，但是质感上比真正的木头还是要差一些的。最重要的是价格只有桑拿板的1半，而且宽度有40公分，安装速度要比桑拿板快很多，这样就兼顾了省时又省钱。看着完工的部分，感觉还不错，应该是没有翻车。经过1天的工作，主部的吊顶完成了3/4，明天就可以把在某宝上买的吊灯装上了，期待最后成品的效果吧。书接上回，又是吊顶的一天。利用搭建脚手架这段时间，木工师傅先用石膏粉把修复的水泥墙面处理一遍，然后就开始了吊顶工作。第一步还是用激光水平仪找平。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上一条视频很多朋友说以后这上面会成为老鼠的乐园，我不太理解老鼠怎么能到这么高的地方去，有知道的家人们可以在评论区解释一下。经过昨天1天的作业，今天工人师傅们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其中一位师傅去旁边的房间粉刷墙面了，小工的工作就落在了我老公身上。长度3.8米的护墙板安装的时候，中间会出现弯曲，需要有人用木龙骨支撑一下。看着老公举着杆子很轻松的样子，我去试了试，真的很轻松。吊顶中间的部分，我们设计了一个平台的形式，为了方便安装在某宝购买的吊灯。灯是提前买好的，本来想着让老公自己安，但是老公说我恐高，我不上。经过1上午的打磨，工人师傅把里屋的墙面全部打磨了一遍，这样刷墙面漆附着力会好一些。吃过午饭，开始用木蜡油对裸露在外面的房梁进行涂刷。刷之前先要用钢丝刷把上面30年的陈年老灰刷下来。说到木蜡油，是我娘家亲二叔亲情赞助的，好大一桶20多斤，又给我省了几百块。刷过木蜡油的房梁焕然一新，瞬间提升了整个房间的颜值。工人师傅说，晾干以后还要刷第2遍，这样才能有更好的防腐效果。刷的过程中，师傅让老公帮他在下面看有没有漏刷的地方，老公就开始对师傅的工作指指点点。最后看一下整体效果吧。今天是装修的第3天，工人师傅们来到以后，先用腻子粉修复了部分墙面，又对走廊进行了粉刷。提到腻子粉，我又要说了，还是亲情赞助的一天，由我亲四姑家免费提供。
室内墙面我们放弃了价格低廉的仿瓷，用了环保净卫的墙面漆，并用滚刷涂刷，因为仿瓷的表面比较光滑，没有我们需要的哑光质感。前亮漆主屋人字形的吊顶，朋友们的评论是褒贬不一，有很多人说好看，也有很多人觉得特别难看。我想说的是，个人审美本身就是很主观的，我们也只能满足自己的个人喜好。不过东边的房间我们做成了平顶，喜欢平顶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这里来，也请大家品评一下，到底是平顶好看还是尖顶好看。关于瓦房吊平顶，我老公一直很好奇，到底是怎么吊上去的。他一直以为要像之前视频里一样，搭上很高的脚手架，用铁丝固定木龙骨。结果今天一看，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用木龙骨做成 L 型的连接杆，再用加长手柄的铁锤把木龙骨 L 型的尖头端敲进水泥横梁的缝隙里，另外一端再与木龙骨横梁连接，如此往复。连接杆大概用了20-30根，固定在纵横交错的木龙骨上，使整个框架连成一体。固定完木龙骨，然后就是铺设电线、开关、插座以及吊灯的线路都要提前预留好，然后就是固定吊顶板。果然，平顶的安装速度比尖顶的快太多了，大概25平的房间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房间的灯没有提前准备，老公说他想试着自己动手做一个，大家跟我一起监督他，看他有没有吹牛。2个房间的吊顶都已完成，一个尖顶，一个平顶，大家可以比较着欣赏一下。铺地砖和吊顶前后用了7天的时间，室内装饰终于完工了。今天我和老公买了些清洁工具，开始做室内保洁。因为面积比较小，就不请专业保洁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老公先用扫帚把整个房间简单打扫一遍，然后再用清洁刀清理地板砖上残留的墙面漆和木蜡油。视频里出现的这棵枯树是之前老公在路边捡的，在木工师傅下班以后，利用师傅们的工具制作出来的。先用木板做一个底座，然后用气钉枪把树固定在底座上，树的四周用木龙骨加以固定。做完以后，我闲来无事去某宝看了看，同款竟然可以卖到400-500，瞬间感觉这不又是省钱的一天吗？因为当天我提前下班了，整个制作的过程没有拍到。地板砖我们选的是哑光的防滑地砖，一些污渍附着在凹凸不平的地板砖表面，清洁刀不能完全清除干净，只能蹲着手动清理。开始的时候先用抹布蘸了水擦，效果很不理想。后来想到用钢丝球应该可以清理干净。用钢丝球清理之前，先用水打湿地板表面，这样可以加快清理速度。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手动清理起来，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我和老公分工合作，我负责大的这间，老公负责小房间和走廊。任务完成，看着我们一天的劳动成果，房间从最开始的破破烂烂，到现在的初具雏形，越来越期待未来的休闲时光。室内装修完成了，我们终于要对朋友们吐槽的老门下手了。先用砂纸把老门的漆去掉，考虑到门的面积比较大，肯定不能用手打磨，就拿了一个自家销售的角磨机来。砂纸片是在市场里买了120目和300目2种。打磨的时候配上专用的打磨盘。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打磨盘虽然不像砂纸那样消耗的那么快，但是也属于消耗品，买的时候尽量多买一点。像打磨这样的脏活，老公是舍不得让我干。当然了，我也不想干，磨起来灰尘满天飞，我肯定是要躲得远远的。看着置身在漫天灰尘中的老公，我含泪嗑着手里的瓜子儿。开始磨第2扇门的时候，之前订的凉亭来送材料了，这是前几天我跟老公一起去木材市场，经过各种比较选定下来的。同样一款凉亭，价格差距确实相当大。经过挑选，我们选了镇家，感觉老板比较实在，报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为了节省安装时间，凉亭的材料有一些是事先加工好的。老公帮着送货师傅把材料卸到院子里，送走送货师傅，老公又继续开始他的打磨工作。把
发现忘记把门牌拆下来了，又找来工具，小心翼翼地把门牌拆下。门牌的后面还有一个30年前的门牌，2个门牌见证了我们村的发展史。30年前的门牌是2位数，现在的变成了3位数。入门需要经过2遍打磨，第1遍用粗砂纸误磨，然后再用细一些的砂纸2次打磨。打磨好以后，再用我2叔亲情赞助的木蜡油进行涂刷。木蜡油还是像之前一样，至少要刷2遍。今天的风挺大的，吹起来很多细小的沙粒和尘土，沙粒和尘土沾到刚刚刷过木蜡油的门板上，使得最后的成品效果不是很理想。视频最后，大家一起看看整体的效果吧。这样算翻车了吗？我们定制的木长廊开始组装了。一大早，老板夫妻就带着工人过来了。经过测量，确定了安装位置，开始切割立柱。由于立柱我们选用了大号的木料，小型切割机不能一次性切割完成，需要用凿子把多余的木料凿下来。为了确保立柱的垂直度，需要用到激光水工艺进行校准，然后用木方简单固定。6根立柱安装完成，老板搬来脚手架，开始安装顶部的连接地方。看到老板娘在墙头上健步如飞，如履平地，让我好羡慕她的身手和胆量。知道今天要安装凉亭，老爸还专门找村里的老先生写了上梁大吉，让我们贴上，还说本来应该放鞭炮的，但是现在明令禁止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那就省了吧。顶部的房梁和连接梁安装好，并用螺丝固定以后，开始加固立柱底座，准备用膨胀螺丝把立柱和地面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但是打膨胀螺丝的时候，发现水泥地面太薄了，只能改变加固方案，需要找瓦工用砖和水泥垒成底座。由于瓦工师傅需要单独找，底座就只能先用木方暂时固定，临时将就一下。立柱处理好以后，开始安装屋顶。屋顶是老板提前组装好的。后来聊天的过程才知道，这个老师傅是老板的岳父。老公调侃年轻的老板，这种需要登高的安装作业，以拖家带口的来干，是不是过于隆重了？老板无奈地说，为什么我们价格低？因为现在外面请工人工价很高，很多工作我们都自己做，这样你们实惠，我们也能多赚一点。这样简单的一句对话，透露出千千万万普通又平凡人的生活。每个家庭的双方父母都是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孩子，不图回报，为的就是尽量能够减轻孩子们生活上的负担。屋顶的木板铺设完以后，又铺了一层防潮布，防潮布铺完，开始铺沥青瓦。一整天的工作中，我发现老板娘的工作效率比老板高太多了。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工作还是翻车了。小院定制的木长廊翻车了。上一条视频经过1天的搭建，我们定制的木长廊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但是发现了2个问题，一个可以勉强接受，另外一个就比较严重了。可以将就的是高度，比之前说好的高度高出了50公分。如果只是高度不合适的话，我们是可以勉强接受的。最麻烦的是第2个问题。长廊的房檐伸出的长度勉强才到墙头的中心，这样产生的问题就是下雨的时候雨水不能顺利的排到墙外。发现了屋檐的排水问题，就马上和老板进行沟通，看看要怎么解决。安装之前，老板还给我们确认了一下，这样排水会排到墙外，你们和邻居协商过没有？我们表示伸到外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老房子的东侧还有1米是我们家的地，所以水是可以流到墙外的。而且如果不伸到外面的话，雨水就会在墙头溅到长廊里面，影响日常使用。关于排水的问题，我们问老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在不影响美观的情况下，能不拆就尽量不要拆。一方面金钱上有损失，再就是影响我们整体的进度，大家都不容易。老板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不是影响美观，就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最后经过协商决定，只能拆了重做。老板也很无奈，表示昨天1天的活都白做了。我们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做出来的效果和之前沟通好的不一样，拆了重做，大家都有损失。1天的时间把本来搭建好的长廊拆除了，原计划是第2天来新的材料重新搭建，但是因为口罩原因，我们所在的区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至此，我们所有的库存视频已
发完。接下来我们会尝试着自己在小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造，但是个人能力有限，还请大家尽量包容。今天是我们在老家被静态管理的第4天，吃过早饭，跟老公一起去小院打扫卫生，先把地上的木块收拾一下。刚好邻居二哥二嫂过来看我们小院的改造进度。二哥见老公在干活，二话不说就过去帮忙了，那我就陪着二嫂聊天。收拾完院子里的木头，二哥又帮着老公把院子里的条桌搬到屋里去。这个条桌是我公公婆婆结婚的时候买的，公公说当初花了16块钱。虽然只是水泥做的，但是我们也觉得这是件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家具。整个条桌比较重，看他们俩抬的还是挺吃力的。随后老公又想着把院子里的缸搬到平台上去，先搬了一个小的试一下，挺重的，而且还把水泥台磕掉了一块，感叹现在的水泥比之前视频里发的30多年前的水泥真的差好多。今天的计划是把我们在旧门窗市场淘来的木门做成茶桌，门板买来以后一直放在三叔家闲置的房子里。老公换好工作服，用奶奶的电动三轮车把门板运到小院，就开始对门板进行打磨。买的时候老板介绍，上条视频我们把做茶桌用的门板打磨完成。今天一早，老公去他表哥的工厂拿做桌腿需要的木材。工厂就在我们村，所以骑着奶奶的电三轮就可以运回小院。因为疫情原因，表哥被封控在家，偌大的工厂空无一人，我们直接去库房要啥拿啥，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拿了2根8乘10的方木，每根有4米长，不确定要用多少，就拿了2根，其他规格的木料也随便拿了一些。把木料运回小院，确定好桌腿的样式，就开始切割木材了。按照80公分的长度切了4条桌腿。在这里先说一下，因为忽略了桌板的厚度，第一次切出来的桌腿安装好以后发现太高，就又切掉了一段，最后的成品高度是80公分。做好以后还应该刷一遍重油的，但是因为我们还被封控在家，就只能等解封以后再去我二叔家拉赞助了。因为老公不会做榫卯，所以只能用最笨的方法，用15公分的加长螺丝连接各个组件，这样组装起来还是很简单的。2条桌腿安装好后，再用1根横梁连接2根桌腿，起到加固作用。我们闲话少说，大家看制作过程，视频最后有成品图片。
做一期简单的总结。老房占地大概180平，院子东西长11米，南北宽9米。我们是这样规划的，在一进门的左手边是我们小院的花园，后期会慢慢种上一些花草树木，作为我们小院的主要景观。中间的这条路暂时还没想好要用哪种地砖做地面硬化。进门的右边会建一个凉亭，在凉亭的南边，我们准备支上2口灰锅，炒鸡、炖鱼、蒸包子、煮饺子。凉亭的北侧主要是作为用餐区，也可以休闲喝茶，看着对面的花园。继续往前走是我们主屋的走廊，在这个位置我们准备放一个摇摇椅或者秋千。再往里就是我们的主屋，这个位置作为我们一个入户大厅，后期会摆上一些桌椅，都是我婆婆的嫁妆。左手边就作为客厅使用，闲暇之余一家人围炉而坐，闲话家常，喝一杯热茶，享受静谧时光。旁边的这个房间老公要用来做茶室，朋友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小院房间很有限，我们准备在茶室的北边隔一间5-6平方的小储藏室，用来收纳一些杂物。好了，小院的规划就介绍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更好的规划建议，可以评论区留言。新的凉亭开始施工了，这次我们选用钢结构来搭建凉亭。施工团队来到以后，开始测量场地，并和老公确定施工细节。立柱高度是2.4米，和院墙的高度基本一样，屋脊比立柱高出60公分。开始施工了，工人师傅们先用墨斗弹出房梁的轮廓，然后测量长度，开始下料。不一会儿，需要的材料已经切割完成。房梁用了8×4的镀锌钢管，同样的房梁需要焊接3个，一个师傅下料，2个师傅焊接，配合还是相当默契的。立柱用了16×8的镀锌钢管，3根房梁焊好以后，需要把立柱和房梁焊接到一起，这样方便后面的操作。之前的木凉亭翻车了，很多朋友们也看出了翻车的原因，有的说施工水平不行，有的说材料太差，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趁着翻车，我们跟老板商量了一下，补偿了他一些费用，我们就放弃了使用木凉亭的方案，改成现在的钢结构。其实我还是觉得木凉亭好看，但是老公说木凉亭除了好看没别的优点。钢结构的结构稳定性比木结构要好，施工速度比木结构快很多，最重要的是木结构需要定期保养。梁柱一面焊接完成，然后翻面焊接另外一面，冷却过后在接口处喷上防锈漆，随后开始打地桩，用膨胀螺丝固定。之前做木凉亭的时候试了下，说地面太薄不能打膨胀螺丝，但是这次的师傅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地桩打完以后，有2位师傅扶着做好的梁柱，1位师傅进行焊接固定，如此反复完成了3个梁柱的固定。凉亭长7.5米，宽3.8米，镀锌管的常规尺寸只有6米，需要事先焊接加长。同样长度的钢管需要焊接8根，用来做横梁，连接3根梁柱。开始连接横梁，8根横梁分别焊接在房梁的2侧。横梁焊接好后，让整个凉亭的结构更加牢固。随后，工人师傅拿起电镐，把墙头多余的红砖敲定，以便安装保温复合板。安装复合板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温，因为墙面经过30多年的风吹日晒，已经非常脆弱，起皮脱砂比较严重，正好用保温板可以遮挡一下，还可以填充房瓦与墙体之间的缝隙。然后开始屋顶的上瓦工作，我们选用的这款树脂瓦安装便捷，2位师傅安装30平方的面积，20分钟就完成了安装工作。屋顶工作全部完成以后，师傅们又安装了滴水瓦，2位师傅分工合作。南侧的复合保温板安装起来要稍微麻烦一点，但是也都顺利完成。小院的厕所一直没有屋顶，用起来怪怪的。这次趁着搭凉亭，老公多要了些瓦片，让师傅们一起安装上。经过1天的安装，凉亭终于完工了。现在看一下劳动成果吧。凉亭搭完的当天，送土的师傅正好给我们打电话说今天可以送，我们就在小院等着，等到快7点的时候，终于送来了。第2天一大早，老公就开始了他的运土工作。一个人做也没什么效率，推了1天，院子也差不多够用了。约好了做地面的工人明天过来，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一大早来了4位师傅，我们这边像这种整理地面加做水泥垫层
是收15元一平方，整个院子整理下来一共收了800元，大家觉得贵不贵？到底是人多力量大，4位师傅很快就把院子里的土整平了，然后用激光水平仪量出水泥垫层的高度，根据测量出的高度进一步整平地面，又让送水泥的老板送来1吨水泥，水泥卸完，院子里也完成了放线工作。根据放好的施工线，又对地面进行了最后的照平工作，然后就用钢管架起水泥垫层的轨道，目的是隔开水泥和泥土。工人师傅们把水泥和黄沙混合在一起，一车一车推到院子里来，然后加水搅拌，混合好以后一点一点铺到地面上。发现这样工作效率挺低的，就改变了施工方案，先把混合好的水泥和沙铺在地面上，然后用水管全部浇透，再由1位师傅拿着工具对路面进行找平，这样工作效率确实是快很多。但是我们剪视频的时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不知道这2种施工方法哪一种做出来的效果更好。院子里地面做完以后，师傅们又在门外挖出了一个排水沟，把提前买好的排水管放进去。院子里的排水口是之前就做好的，现在只需要在门外把排水沟挖好，并铺设好排水管就可以了。排水管4周用沙子回填好缝隙。老公想自己给凉亭吊顶的计划翻车了，重新约了装修队。在这期间，之前订好的贴砖师傅来小院给我们做好的地面贴砖了。之前做地面的视频，很多网友说没放石子，后期会开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承认确实是没放石子，主要因为用的太少，不太好买，一车太多，半车都用不了。也征求过师傅的意见，师傅表示，如果只是走人，没有车辆重压的情况下，开裂的概率比较小，当然了，有会更好。院子里铺的是30×60的地铺式瓷砖，砖的纹理看上去接近大理石火烧板的纹理，但是价格只要大理石火烧板的1/4。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我们选择了便宜的。地面采用错位铺贴法，算是常规铺贴方法。25平方的地面总共需要134块砖，考虑到会有折损，多买了一件6块。厕所门前的2块砖是预算以外的，铺完以后算上破损的，刚好剩下4块。贴砖师傅夫妻2人用了1天的时间，把25平方的路面铺完了。铺完的效果看上去跟大理石基本没什么差距。最后看下成品效果吧。因为老公自己吊顶翻车了，所以又找了专业的装修师傅过来。第1天的工作，先把东边的房间隔出一个储藏室。之前好多朋友留言说，为什么没有卧室？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打算在这里住，只是改造一下，作为平常休闲娱乐的地方。80后的我们小时候会说是秘密基地，后来又流行一个词叫乌托邦，不知道现在又有什么流行词语了。至于住的地方，公公婆婆在村里还住着一套乡村大别野，也有给我们留的房间。前2天疫情管控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孩子和他们一起住的。小院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休闲聚会。出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会客厅，但是小院只有2个房间，没有专用的收纳空间。为此，我们把东边的小房间隔出一间储藏室，可以用来收纳一些平常使用率比较低的东西。墙板是用轻钢龙骨加石膏板组合安装的，因为储藏室没有隔音方面的要求，所以就没加隔音棉。隔完储藏室以后，剩下的空间还足够放得下老公自己做的茶桌，男同志们可以在这里喝茶、打麻将，空间都是足够的。至于那间大的会客厅，也可以给我的闺蜜们一个独立的八卦空间。2位师傅经过1天的忙碌，这个大工程终于结束了。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吧。上一条视频是用石膏板隔出一间储藏室，今天的任务是给我们的凉亭重新用芦苇帘吊顶。上次老公自己吊顶翻车的视频，可能
多朋友留言说连年不能这样用，掉下来的粉尘吸到肺里对身体非常不好。我们也在网上查了些资料，刺痒的情况还是最微乎其微的，尤其对肺部的伤害是不可逆的。粉尘会通过芦苇帘的缝隙飘落下来，需要用木板给隔音棉做出一个封闭的空间，从而尽可能的避免粉尘的飘落。在这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善意提醒，一些装修上的细节我们可能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到，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尽量改正。关于这个亭子，很多网友吐槽这是车棚、牛棚。其实我们最开始是想做木屋的，但是价格让我们放弃了最初的选择，这才用钢结构做出框架，想着后期可以加工装饰美化一下，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也挺好的吗？毕竟赚钱不容易，能省就省。果然，专业师傅的工作效率就是高，看他们的动作行云流水。先用木龙骨打底，再钉上木板，接缝尽量做得小一些，然后就是钉芦苇帘，最后再用欧松板封个边美化一下。立柱我们准备再用木纹漆粉刷一下，不知道我二叔家的弟弟能不能看到这条视频，能自觉地把油漆送过来，因为我已经不好意思再去拿免费的了。最后呈现的效果我还是挺满意的，大家觉得呢？价格谈好，老板直接带我们去库房装货。这款柴火炉整体是不锈钢焊接的，说实话重量挺轻的，一个人就可以搬得动。带一个可折叠的小桌板，底部有4个轮子，移动起来也很方便。原本想在小院的东南角用砖盘一个土灶的，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会盘土灶的师傅，没办法，只能买这种成品。开车带回小院，组装了一下，烟囱和锅都没问题。时间关系，开锅的任务等等再做。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组装在某宝上买的花箱，花箱是塑料的，需要自己组装，组装起来还是很简单。趁着他在干活，我把院子里的垃圾清理了一下。这种模块化的花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组合成长短不一的花箱组合。我们是组合成了1.5米长、40宽、36高的4组，2米长、40宽、36高的2组。小院东侧有友好的排水沟，花箱可以直接放在排水沟里。西侧需要把多余的土清理一下才能放花箱，但是因为运输过程中有些配件破损了，所以没能全部组装出来。箱体组装好以后，再把一些配套的装饰配件装上。已经冬天了，朋友们可以推荐一些耐寒的植物给我们，在绿植的点缀下，这样小院就算不能像春天那样生机盎然，也不至于光秃秃的啥也没有。花箱组装好以后，又把我在某宝上买的衣架顺手装了出来。虽然看某人组装起来很简单的样子，但是如果让我装，估计会变得很困难。这个衣架我要吐槽一下，商家宣传说能承受150公斤的重量，但是组装好以后，我感觉承受个154斤都悬。考虑到需要放的衣服很少，也就将就用了，毕竟没花多少钱，不能要求太高。终于开始对朋友们一直吐槽的门窗下手了。今天老公一个人在小院，先把所有的玻璃全拆了下来，并把横撑锯掉，3块小玻璃换成1块大玻璃，这样一来视觉上更通透。还有一个好处是，后期安装的时候可以少安很多块。玻璃和横撑都去掉以后，又用铜丝轮对窗户缝隙中的陈年污垢进行了简单的清理。为什么要用铜丝轮呢？因为铜丝轮比钢丝轮质地柔软，不容易对木头造成损伤。很多朋友们会说，门窗应该直接换新的。我们也知道，如果换成断桥铝的，保温效果会好很多。但是这些门窗也只是看起来比较旧，翻新一下应该还是挺好的。另外也觉得木质的门窗更适合我们的小院。
我们改造小院的初衷就是想把小院本来有的东西就尽量保留下来，能用的就接着用。之前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才30年的时间根本没有什么纪念意义。我想说的是，人生有几个30年？这个小院对于我老公来说是他人生的起点，重新修缮一下，让荒废的小院重新热闹起来，也是意义所在。2扇窗户的玻璃和横撑都拆完以后，老公又把30多年前用来防盗的铁栅栏锯掉了。这个铁栅栏锯掉以后，视觉上真的开阔很多。之前给人一种压抑感，总有种被警察叔叔带去问话的感觉。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角磨机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飞屑，个人防护是必须做到位的。为此，我老公专门买了一个防护面罩，虽然很丑，但是真的有很好的防护作用。这2项工作都完成了，天也要黑了，打磨门窗的工作就要明天再完成了。大家先看一下今天的成果吧。今天还是翻新门窗的一天，早上来到小院，奶奶就让老公把昨天拆下来的铁栅栏收拾起来，捆好，他好拿出去卖钱。然后老公就开始了一整天的门窗打磨工作。今天我们这里降温了，体感温度零下12度，特别冷。老公贴心的给我弄了一个火盆，让我可以烤火，也让他手冻僵的时候可以暖和一下。磨门窗的工作比较乏味，我也不再多说了，大家慢慢欣赏吧。视频最后有我老公狼狈的样子，大家可以嘲笑一下，虽然我看着挺心疼。上门安玻璃的师傅太难找了。小院的门窗打磨完成以后，我跟老公想割好玻璃自己来安，但是量完以后发现玻璃的尺寸有些许不同，考虑到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请人来装吧。现在像这种可以给木质门窗换玻璃的师傅太难找了，跑了好多家店，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位。师傅先来测量了所有玻璃的尺寸，回去以后按照测量的尺寸切割好，安装的时候如果不合适再做调整。送走师傅以后，老公开始用石膏粉对门窗附近的墙面进行了修补，破损的地方都是打磨的时候不小心磨到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小院，对所有的门窗用透明的清漆涂刷一遍，做个打底。找二叔拿油漆的时候，二叔说这样再刷上的漆能更好的保护木头，给我们讲了一大堆的专业知识，我们也记不住。刷完第一遍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第3天开始刷面漆，选择颜色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纠结的，不知道到底应该选什么颜色，最后决定还是用原来的蓝色。刷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拿的油漆不够用，自己去拿有点来不及，就让我弟去二叔家又拿了一桶给我送来。这种来自血脉压制的命令他是不能拒绝的。由于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所以我也来给老公帮忙刷漆。一些脏活累活他是舍不得让我干的，但是这种比较轻松的工作我可以给他分担一点。经过3天的时间，终于把门窗粉刷好了，大家看一下粉刷的效果吧。接下来就是等待安装玻璃了。你弄这么多橡皮泥干什么？不是橡皮泥，
今天开始给粉刷好的门窗换玻璃了。大约10点左右，换玻璃的师傅带着事先切割好的玻璃来到小院儿，卸完以后马上就开始了安装。由于门窗都是30年前的产物，一些窗框、门框的尺寸不是很标准，所以需要对玻璃进行现场修改。我老公说，安装玻璃挺简单的，但是切割玻璃是需要经验的。师傅表示，已经15、16年没干过这种活了，可能是长时间不做的缘故，再加上窗框不够平整，其中一块玻璃安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碎了。切割好的玻璃先用小钉子固定，然后就是用视频开始时的那个像橡皮泥的东西进行加固。这个橡皮泥是以前专门用来固定玻璃的，真正的名称叫做油泥。还记得小时候，每当学校需要换玻璃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加固。那时候会偷偷的捏下一小块当橡皮泥玩。师傅只负责安装玻璃，油泥就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师傅表示，填油泥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就是太费功夫，还是你们自己弄吧。于是老公就开启了他的玩泥巴模式。看着老公抹油泥，确实是很费功夫。首先要对油泥进行揉搓挤压里面的气泡，然后手指将油泥按压进窗框，再用油灰刀进行挤压抹平。这样的工作周而复始，属实乏味。这个活我老公一个人弄了3、4个小时，最后还差破损的那一块没安好。先看一下装好玻璃的效果吧。视频最后我要吐槽，很多人说门窗的颜色丑，我也觉得很丑，但是他对这种蓝色有一种执念，反正就是喜欢，实在犟不过他，只能持续洗脑。万一哪天门窗开始改颜色了，那就说明我成功了。今天开始制灶台了，尺寸做的是3.8米长，80公分高，70公分宽，高度比正常的工作台稍微高一点，目的是为了把压力罐高到工作台里面。可能有朋友会说高了用起来不方便，好在我身高还可以，用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说到压力罐，之前的视频很多朋友留言说这个压力罐冬天会结冰，其实农村压力罐结冰是不好避免的。我从小住在农村，家里的压力罐每年冬天总有那么几天会被冻住，父母就会烧上一锅热水往压力罐上面浇，旁边还会放上火盆，慢慢的温度上来了，冰也就融化了。包好的压力罐后期还会用电加热带缠上几圈，外圈再塞上之前买的玻璃棉，这样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尽量避免结冰。灶台使用瓷砖加结构胶粘起来的，也是我们这边的常规操作。布局从右到左分别是洗、切、炒。灶台的主体做好了以后，师傅测量了一下柜门的尺寸，说是要等几天才能来安装，因为也要定做，来装柜门的时候顺便把水盆和煤气灶的口切出来，这样水盆和煤气灶都能嵌到灶台上了。水盆装好再接上水龙头，水盆需要做成台中盆，那样边缘和灶台持平，没有卫生死角，方便打扫卫生。下面的柜子可以放一些碗筷和锅具，带上柜门相对比较干净。我们这组灶台算是定制的，制作周期比较长，价格也稍微高一些。如果用常规尺寸的半成品，全部的组装工作也就3、4个小时就能完成。最后看看灶台半成品的效果吧。今天开始对小院的院墙进行粉刷，选择的是室外墙面专用的墙面漆。粉刷之前，先用钢丝轮把墙上的台线清理干净。30多年前的老墙基本没用水泥，钢丝轮一刷就很容易掉渣。清理好墙面就开始准备调漆。买的时候老板说，水和漆的比例最好是1:3，太稀的话覆盖性太差，太稠就不好刷。自己动手的话还是稠一点比较好。好不好刷的倒是次要，反正都是我老公刷。刷漆的工作也没什么技巧，滚刷沾好油漆，轻推慢拉，动作太快的话容易甩到身上。滚轮刷不到的地方就用毛刷溜溜缝，够不到的地方就接一根杆子。买漆的时候老板说，要想效果好，最好是用喷枪喷涂。我们也打听了一下价格，像我们这一点地方，喷涂的话需要600块。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我们还是自己刷吧。墙面漆加滚刷、毛刷、色精等全部用品，总共花了170块。老板说自己刷的话最好刷2遍，这样覆盖效果好。
老公说反正他是自己干，果断刷4遍。打磨墙面的时候，发现墙面有些坑坑洼洼的洞，本来想刷漆的时候就覆盖上了，结果刷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又找来水泥对墙面的小洞进行修补。没有泥板、抹子这些瓦工工具，就找了一块地板砖加油灰刀。修补好的墙面就要等水泥干了以后再补漆了。墙面刷完，需要在底部刷上80公分高的墙裙。如果全部是白色的，一场雨过后，墙裙部分就没法看了。本来刷墙裙需要先用美纹纸粘好分界线，老公嫌麻烦，就直接用毛刷画线。刷好的效果也还挺好，最后刷完忘记拍整体效果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补上。今天一早，老公开车带着我去了竹材市场，说是要买一些竹子，把小院西边的院墙美化一下，做成以后的效果大概是这样的。当然，去某宝也可以买到成品，但是价格要贵上好几倍，就不如自己做了。竹子买回来，发现用现有的工具制作篱笆墙是挺困难的，需要另外准备工具。临时决定先在门外做一个花池，正好前2天卸的土没用完，一直堆放在路上，挺碍事的。好在这条路平时很少走人，不然会影响邻居通行。垒花池用的空心砖是厂里剩下的，用奶奶的3轮车运了过来。空心砖的体积比较大，重量也比较重，在不用水泥固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很好的挡土墙。空心的部分还可以用来种花。花墙的底部需要用黄沙打底，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找平，增加墙体的稳定性。花墙垒好以后，就是往里面填土了，这个就是纯粹的体力劳动了。近的花池可以直接用铁锹把土翻进去，稍微远一点的用丢的方法也可以，再远的就需要用到推车了。剩下的土里有一些体积比较大的石头，就用奶奶的3轮车给运走了。说到大石头，有一块石头的重量差不多有100多斤，老公硬生生凭一己之力抱起来装到3轮车上了。晚餐要加个鸡腿。花池弄好以后应该种些什么花呢？零经验养花的我们不知道哪些花冬天可以种，稍微靠前的位置种一些小型灌木类的植物，再配一些可以爬墙的爬藤类植物，类似蔷薇花那种。运土的工作一直做到天黑，最后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看一下成品效果吧。上一条视频跟老公去竹器市场买了一些竹竿，准备做篱笆墙，但是因为工具不合适，所以制作篱笆墙的工作就暂时搁浅了。然后老公去市场花300元买了一个打气泵，就去朋友的店里买气钉枪和气管，但是朋友坚决不收钱，说是给我们友情赞助了。原计划是用竹子作为连接杆，把竹子钉成竹排，但是钉了几根发现钉子太密，把连接用的竹子钉裂了，最好是用木板作为连接杆。于是老公又去他表哥的木材厂拉赞助去了。每次去表哥也不收钱，这次就找了一些合适的下脚料来用。工具准备妥当，材料准备齐全，钉的工作是非常简单的。一组竹排用3根横藤连接，每组大约1米的宽度，总共需要7组。我们去某宝看了一下，我们用的这个尺寸在某宝上大概需要1000多元，这样自己做，竹子花费不到400，人工就不算了，工具长期使用也不算成本。大家觉得自己做划算吗？做好的竹排需要埋进土里，起到固定的作用。先把地面刨出一条沟，由于墙头比墙面多出一部分，使得竹排不能靠近墙面，所以在墙根底部垫上一排砖，然后再做回填。填完用脚踩实松土，这样基本可以把竹排固定住了。后期还要用铁丝把竹排进一步固定在墙上。本来想买黄色的竹子，但是整个市场也没有找到，没办法，只能买绿色的，等它慢慢变黄了。现在竹子还是很新鲜的，后期风干以后需要涂刷什么东西维护保养，恳请懂的朋友留言告诉我们。最后一块竹排是放在靠近厕所的地方，屋顶用的树枝瓦伸出的部分有些碍事，需要把竹排切割掉一个角，再把长度缩短一些。最后看一下成品效果吧。经过我不停的洗脑和网友们的吐槽，老公终于同意给蓝色的门窗换颜色了。这次找来了专业的油漆师傅，
沟通的时候，师傅表示可以调出任何想要的颜色。其实我们还是喜欢原木色，但是最开始打磨的时候，一些边角的地方就磨不干净。师傅来了以后也表示，想磨干净太难了，所以只能再从蓝色的基础上刷一层覆盖效果比较好的颜色，最后只好放弃原木色。师傅根据经验给我们推荐了黄色，然后就在现场调出了3种黄色让我们选，我们就在这3种深浅不一的黄色里选择了中间色。到底是专业的师傅，刷出的油漆厚度均匀，地面也没有滴落的油漆，晾干以后表面还很光滑。所有的门窗都要刷2遍，同样是2个人工作，2位师傅刷2遍用的时间，竟然比我跟老公刷1遍用的时间还要短。视频的最后有蓝色和黄色的效果图，大家点评一下哪种颜色好看。今天小院里迎来了一个大家伙，需要3个人合力才能把它抬起来，是老板亲自送货上门。视频到这儿，大家应该能看得出，这是一台现在比较流行的柴火取暖炉。这台取暖炉算是我们捡了个漏，原本计划跟老公一起去市场买一台颗粒取暖炉，结果在老板店里的角落发现了这台柴火炉，便问老板什么价格。老板表示2000块赔钱出，我们就表示疑问，为什么要赔钱？老板说，因为我们这边不好买柴火，所以这种炉子销量不好，这台样品就赔钱处理了。我们之前在某宝上看过这种炉子，这个大小的基本都要4、5千块。老板表示，这台柴火炉有效的制热面积可以达到100个平方，正好我们小院的屋顶比较高，也需要一台大功率的取暖炉，那就果断拿下。柴火的问题比较好解决，我娘家是生产锤子的，有很多残次的木手柄没有用，可以拿来当柴火烧。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朋友也知道，老公有一个开木器厂的表哥，会有很多用不到的下脚料，肯定比起在外面买的方便又便宜。炉子安装好以后，先去我妈家里把锤柄拉过来。听说我要取暖用，我爸又联系了几个供货商，说在有残次品的时候可以多带一点过来。柴火炉有配套的防护网和木柴储存架，顶部还可以用来烧热水，点火也非常方便，一张纸巾就能点着，温度上升的也很快。这下天气再冷也不用担心了。网购的懒人沙发终于到货了，组装工作还是老公来做，这种工作对于他来说还是挺简单的。现在天气太冷，很多室外的工作不太想做，刚装好的取暖炉就派上了用场。室内工作不需要再穿着厚重的羽绒服了。上一期视频很多朋友私信问我们这个取暖炉效果怎么样，今天买来了一个温度计，实际测了一下温度的变化。温度计在室外显示是0上5度，拿到室内半个小时以后，温度升到了22度左右，取暖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也和房间大小、密封好坏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们这个取暖炉是广告，这里我想说一下，视频里我们并没有提起过取暖炉的品牌和经销商的联系方式，甚至连商标都没出现，所以应该不算广告吧。懒人沙发组装好以后，我们刚买的沙发也送来了，随后帮司机师傅卸货，又去了婆婆家，把闲置的茶几和电视柜带了过来。茶几和电视柜还是我们结婚时的，后来一问搬家就闲置了。茶几放好以后，感觉跟沙发还挺搭配的，但是电视柜太矮，整体不太协调，看来电视柜的钱是不能省了。都安排妥当以后，可以舒服地坐在火炉旁看会书，听听音乐了。这种时刻感觉心情很放松。我们把小
小院的厕所门给改了。最近有朋友来串门，说厕所门的朝向不太好，加上之前的门留得太窄，思索过后决定把门的朝向改一下，顺便扩大一下门洞，后期再装上门。门洞改好的第二天，老公就用家里剩下的人行道地砖铺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没有太高的外观要求，单纯的只是为了阻隔地面的泥土，所以就选择自己动手。先把多余的土铲平，然后垫上一层黄沙。用黄沙是因为比较好找平，没有专业工具就直接上手作业。铺好地砖以后，又用水泥把地砖和墙根的缝隙都用水泥填平，这样一条简单的小路就铺好了。虽然不是专业的，但是感觉铺出来的效果也还不错。今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好像已经进入阳区，所以就少说几句，请大家见谅。等待送货的这个时间，先把之前往后的门环和插销安上。转阴后的身体状况还没完全恢复，平常这点活对我老公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现在干了这一点就觉得很累，浑身冒虚汗，看来还是得多注意保养。其实之前家里生产门轴插销的闺蜜送了我一套纯铜的门环，但是好像有点太高大上了，小院的门有点配不上，所以又重新买了一套铸铁门，整体更协调一些。门环装好以后休息了一会儿，送插座的车就来了。虽然老公的身体还没太恢复好，但是卸车的工作还是要他来做。其实老公之前自己用门板做了一个插座，但是因为尺寸太大，尝试了好几次都没办法开进茶室，所以就放在亭子里面当餐桌用。原计划茶桌是要坐北朝南的摆放，但是摆好后感觉不太合适，于是又换成坐西朝东摆放。大家觉得哪种方式更合适？茶桌弄好以后，又把买的串灯缠到了枯树造景上，晚上的时候可以增加一点氛围。2023年了，新的一年祝大家百毒不侵，心想事成，突然暴富。市场买了一些锅碗瓢盆等琐碎物品带到小院，门前用剩下的这堆沙子很碍事，一直想把它运走，但是天气太冷，沙子都被冻住了。等哪天天气暖和一些，要赶快把它清理走。我们储藏室里所有物品一直都是放在地上的，感觉很凌乱，就买了一个储物架来摆放。储物架是2米长、2米高、50公分宽，配4层层板，中间的间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调节。我们的这种组装方式是可以做5层使用，组装是非常简单，两边的卡扣卡在一起就可以了，不到200块钱的价格，大家觉得合适吗？老公干活我也不能闲着，买来的锅碗瓢盆需要整理一下，摆放到合适的地方，灶台上的卫生也要打扫一下，瓶子下的大水缸也要换个地方，整理出来的地方要用来放取暖的木柴。现在视频上看我老公挪缸挺快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转得很快，就是不走。房子后窗上为了挡雨，早些年公母用广告布贴上了，这种广告布不透光，对视力的采光有一定的影响。于是老公找了一下采光瓦，把广告布换下来。采光瓦是厂里以前用剩下的，这种采光瓦有一定的透光效果，但是不透明，挺适合挡窗户的。广告布扯下来以后，窗户上留了很多钉子，需要用钳子清理下来。
然后就是用螺丝把新的采光瓦钉到窗户上。全部换好以后，地上的垃圾肯定是要清理干净的。这一期视频的工作比较琐碎，大家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跳跃感，可能多看几遍就习惯了吧。于是老公找朋友联系到了专卖木材的地方，我们买的是槐木材。据老板说，这些都是园林绿化专门种植的景观树，一些修剪下来的树枝和生病枯死的树木都买来做木材出售。据说这种槐木属于比较好的取暖木材，无烟且耐烧，价格也很便宜，3毛5一斤。一些农家乐和民宿都来买回去烧炕点篝火。因为我们要的太少，不够送货标准，只能自己去拉。好在家里有辆全顺，自己去带很方便，顺便看一看路上的风景。由于疫情的原因，已经很久没出过远门了。这次的80公里已经是近半年以来最远的自驾游了。木头拉回小院就开始了堆放。堆之前想象是很简单的，实际操作起来才知道，干什么事儿都是需要经验的。没有经验，堆个木头都堆不起来。以前看到的视频里，东北那边柴火都堆得又高又齐，再看看我老公堆的，也就是放了那么一堆。今天天气比较暖和，可以清理门前的这堆沙了。虽然温度比较高，但是因为长时间的低温，这堆沙子被冻得非常结实。先用铁锹清理了一下表面干燥松软的部分，下面的还是铲不动，需要用锄头把冻在一起的沙块分成小块，再用奶奶的电动3轮车给运走。奶奶的3轮车为我们这次改造出了很多力，如果没有它，很多需要装卸的东西真的就太不方便了。刚刚阳康的老公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好，干活的过程中还是直冒虚汗。整个运沙的过程，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要长。这堆沙也不能浪费，小院地方太小，没地方堆放，就运到我们厂里找地方先放着，以后用也方便。沙子清理干净，又把从三叔家找来没用完的地板砖放了回去，然后又把门前剩下的那堆土打散以后放到院子里的花箱里。都清理完了以后，路上的卫生也打扫了一下，以后再装卸东西就可以把车开到门前了。关于门前的花池，很多人说我们在门两旁垒花池侵占公共道路，很不道德。首先感谢这些朋友们善意的提醒，有这种顾虑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这边。在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种一些瓜果蔬菜，自己家吃既方便又健康。我们也完全没有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最后感谢一下邻居二哥，每次看到老公在干活，就会过来一起帮忙，这就是农村最淳朴的邻里感情。置物架都是组装好的成品，本来博古架也想买成品的，但是老板说组装好的要另外收费，还有就是组装好的我们的车也装不下，需要另外雇车。老公表示组装这种架子没有什么难度，就是费点时间，自己组装完全可以，于是我们就买了半成品。组装第一组架子的时候，因为不熟悉，用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让老公先把厨房要用的收纳柜装好，我可以先去整理厨房。接着他开始组装第2个博古架，熟悉了以后就比较快了，用了40多分钟。第3个架子结构简单一些，用时更短。组装好的成品在视频最后和茶桌放在一起，感觉还挺和谐的。接下来就要置办一些瓷器摆件放到架子上。大家看看，觉得这套博古架值多少钱？很多朋友吐槽我话太多，那我就少说一点，请大家慢慢欣赏吧。不要忘记点个赞哦。
会下雨，院子里的小路铺好以后还没仔细清理过，趁着要下雨正好刷一刷。先用水枪把地面打湿，再撒上洗洁精，用刷子反复刷洗。之前铺砖的视频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种瓷砖冬天结冰会打滑，容易摔断腿脚，还是感谢这些朋友的提醒。我们选择的地砖是户外庭院专用的麻面防滑地砖，有非常强的防滑效果，这样结了冰我们也会很注意的。刷好的地面又用水清洗了一遍，本来想再接着清洗第二遍，刚好开始下雨了，看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雨水比我们冲的要干净。下雨了，院子里露天的活就没法干了。前几天网购的装饰画到货了，可以挂了。先测量好画框的长度，再把中间间隔的距离加上，计算好居中的位置，用卷尺测量出需要的高度，打好2个点位，用纸板连接2个点，画出一条直线，就可以往墙上贴钢钉了。老墙的好处是用水泥钉就可以砸进墙面，不像现在的混凝土墙，需要找专业的打孔师傅来打。装饰画画好，老公又把厕所里的支架装好。雨停以后，又给门楼上装了2个吊灯。因为我在忙其他事，吊灯安装的过程就没空了。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吧。最近一直穿梭在我们临沂的各大市场采购小院需要用到的东西，很多市场都开始放假了，临近年关，亲戚朋友也都放假，他们都多次表示想来小院聚一聚。正好趁着春节假期，我们也可以陆续邀请朋友们来小院做客了。今天和老公一起去了花卉市场，计划是买一些植物，把小院的室内室外装饰一下。但是问了一圈才知道，在这个季节里，基本没有什么植物是特别耐寒的。有几种比较耐寒的品种，但是不太适合种在院子里，那就只能先选一些室内摆放的盆栽了。院子里等天气暖和一点了，再想一下需要种些什么。临近春节，花卉市场非常热闹，很多人都想买上几盆花放在家里装饰一下。每个摊位的老板都非常忙碌，少到1盆2盆，多到10盆8盆，每个人都忙碌着为过年做着准备。蝴蝶兰是过年期间最热销的品种，花期长，颜色可选性很多，放在家里很雅致。但是它属于怕冷的植物，对室温有一定的要求。我们买了2盆橘子树，老板介绍说橘子树有吉祥如意的寓意。随后又买了些海棠花、绿萝、玫瑰、柠檬和最热销的蝴蝶兰。买的花老板都是帮忙送到车上的，家里这台全顺又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运回小院全部卸完以后，就是最重要的摆放工作了。我负责安排位置，老公负责摆放。体力活还得让有力气的人来做，我们这也算分工合作了。摆放好以后，又给我们的室内增添了一些生机。大家看看我们选的花还可以吧？小院现在已经具备基本的接待能力了。明天将要迎来第一波客人，都是老公的兄弟姐妹们，期待明天的聚会。早上7点，老公就出门了，开车去麦德龙采购今天要用的食材。回小院的路上，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来到小院，院子里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积雪了。这是2023年的第1场雪，同时我们的小院也将要迎来第一波客人。稍微清扫了一下积雪，就把买的食材在车上拿下来。食材准备的还是挺丰富的，为的是能更好的招待我老公的兄弟姐妹。我老公亲兄妹2人，其他的都是堂兄妹，因为平时交往很密切，所以感情都特别好。食材卸完，老公先把取暖炉点着，我把买的干果和给孩子们准备的零食都整理了出来，然后就把需要炒的菜先顺了一下。今天的主菜是铁锅炖羊腿，为了达到软烂入味的效果，需要提前先把羊腿炖上。下午3点左右，大家先后来到小院，来到以后都来厨房帮忙。看到院里有柴，大家都跃跃欲试，想体验一把劈柴的快乐。饭菜准备的差不多了，老公把前2天买的折叠圆桌推了出来，桌子直径1.6米，配一个钢化玻璃的转盘，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放在我们的储藏室里。考虑到想要坐更多的人，就没买椅子，而是买了更省空间的凳子。在我们临沂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所以临沂炒鸡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大菜。经过2个多小时的小火慢炖，羊腿终于出锅了，看着就很有食欲。羊腿出锅后，炒鸡也可以出锅了。
临沂的炒鸡全国有名，但是没有统一的做法。100家店有100种制作方法，味道最好的还是自己家的。最后一道清蒸黄花鱼也上桌了。今天总共完成冷热16道菜。除了逢年过节，平时没有机会一次性做这么多。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忙，真的会很累。酒过3巡，菜过5味，在孩子们的期盼声中，我们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烟花，让孩子们可以尽情的撒欢儿。之前做篱笆墙的时候，被很多朋友留言质疑，说我们做这个篱笆墙是无用功，浪费时间。其实做之前就想往墙上挂彩灯，但是砖墙打钉子不方便，所以就用竹子扎了个篱笆墙。可以用手动的马丁枪直接把灯线挂在墙上。买的这些彩灯真的是几经周折才收到，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迟迟发不出货。收到快递后的第一时间，老公就开始了安装，也没什么经验，就是一通乱挂，也没做什么造型，大家轻点吐槽。彩灯的连接是有专用的对接口，正负极对接好以后再拧紧防水螺丝，非常方便。以前门楼上挂的2个庭院灯，总感觉差点氛围，今天又给门楼上加了2串串灯，同样也是最普通的挂法，复杂的造型咱确实不会。灯装好了，大家看下整体效果，非专业手法，重在氛围，感觉年味又增加了一点。抬不进去，抬不进去，这怎弄来？你说？前2天订的断桥铝门窗，今天来安装框架了。框架是事先组装好的，做之前没考虑到院门大小的问题，往院子里抬的时候才发现框架太大，门太小，抬不进院子。幸好院墙不高，可以从墙头把框架抬进来。小插曲结束就是框架的安装，老板亲自带着员工进行安装作业。厨房台面有一个挡水板影响安装，那就果断拆掉。然后老板就开始了安装工作。事先量好的尺寸非常准确，所以框架的安装也是非常顺利。框架抬到指定位置以后，需要用激光水平仪测量框架的垂直度，然后用螺丝对框架进行固定。在2个人的配合下，很快第1个就安装好了，然后又安装了北侧，还是重复之前的步骤，激光测量、打螺丝。第3个也还是一样，趁着安装师傅打第3个框架的螺丝，老板用发泡胶填充门窗框架的缝隙。我们定的是2层的中空钢化玻璃，为了玻璃尺寸的精确，需要安装好框架以后再测量内径尺寸。测量好的尺寸发给玻璃工厂，厂家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切割，然后再做钢化处理。师傅固定好框架就开始测量玻璃切割的尺寸，都是有经验的师傅，配合起来速度很快，不需要太多的交流，自己就能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框架装好就是等玻璃了。老板说春节刚过，玻璃厂订单比较多，可能要10天左右才能来装玻璃，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只能等了。先看一下装好框架的效果吧。今天又和老公去了花卉市场，春天了，想给小院买棵树种上。转了一圈，看中了腊梅，一问价格，老板开价5000，严重超出我们的预期，还是按原计划买一棵石榴树种在院子里吧。接着又在市场转了一圈，在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上找到了这家专卖石榴树的店。老板给我们推荐的这棵说是紫皮石榴，据说品种很甜，树型也挺好的，我们看中了。和老板谈好了送货上门的价格，很快树就送到了小院。送货上门的费用里包括种树。师傅来到以后就开始挖树坑了。树坑好挖，怎么把树搬到院子里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巷口聊天的大爷和大哥主动过来帮忙，虽然年纪比较大，但还是老当益壮。老公又把年前帮忙焊炮筒的朋友喊来帮忙。原计划是用独轮车把石榴树推进小院，把树挪到独轮车上才发现树太重了，推车推不动，只好重新想办法。经过
过商量，决定用绳子把树慢慢拖进院子。4个人拉住绳子从前面拖树，1个人从后面控制方向。在5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树拖进了院子。调整好位置，就把树种了下去。然后就是填好土、浇透水，剩下的就等着秋天结石榴了。今天来小院干了点零散活。前2天装的断桥铝门窗，最近要来安玻璃。流门的位置有花箱碍事，先把它往前推一推。装了土的花箱还是很重的，原来想着先把土清出来以后方便挪动，但是老公试了下，勉强能推得动，那就不用费事往外清理了，但是要费力气。花箱推好以后，就开始撕框架上的保护膜。前2天装框架的视频，有网友留言说这个膜时间久了不好撕。本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今天就把保护膜撕掉吧。看老公撕起来很解压的样子，我赶紧也去试了试，真的很解压。上一期视频有很多网友留言说我们被骗，装的这个不是断桥铝，有说就是普通的铝合金，也有说是铝塑的。我们也是不懂这些，有懂的大神可以教教我们怎么鉴别铝合金和断桥铝吗？门窗收拾好以后，就把柴火取暖炉的烟筒拿下来清理了一下。积灰太厚会影响取暖效果。拆烟筒的时候，把墙皮带了一块下来，看着很丑。老公说储藏室还有之前剩下的腻子粉，一会装完烟筒用腻子粉修补一下，基本看不出来。烟筒内的积灰清理干净以后，要把之前接口残留的锡纸清理干净。重新组装好的接口还是要用锡纸胶带包起来，这样可以提高烟筒的排烟效果。之前很多网友留言问取暖炉烧柴为什么要插电，因为这个取暖炉是有2个风机，一个往燃烧舱内吹风，提高木柴的燃烧速度，另外一个是把产生的热风吹到房间里。这里还想多说一句，我们真的不卖取暖，只是想分享一下好用的东西。网购的绣球到货了，拿到小院换了花盆。商家说收货后要先浸泡一会儿，趁着泡水的时间把需要用到的盆先整理一下。到营养土的时候，发现花盆的透水孔挺大的，还是找个瓦片垫一下吧。又是水又是泥，老公决定还是换一身干活的衣服吧。衣服换好，绣球泡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移栽到新盆里去。先用营养土把缝隙填满，再用水把花浇透。花盆换完，想起来屋里的橘子树和柠檬树好长时间没浇水了。正好前2天买的带轮子的花盆底座也到货了，这样就可以把花推出来浇水了。上次浇水2个人抬出来抬出去的，挺累的。用水管把橘子树和柠檬树都浇透，放院子里静置一会儿，然后再把其他小盆的盆栽都拿出来浇一遍。家里有几个闲置的小花盆也一块拿来了，大小正好适合种年前买的月季，就一起把月季的花盆也给换了。等待沥水的过程，老公就开始往屋里搬木柴。这种小木块里面有很多锯末，用筐子筛一筛，刚刚可以把锯末筛出来，这样就不会撒得到处都是。大木柴就用铁盆一趟一趟往屋里搬。有网友问柴火炉费不费柴，我们用亲身体验做个总结，大概算了一下，一天如果用12个小时，差不多要烧100斤柴火。其实用柴多少取决于添柴频率，添柴频率越高，温度相对就要高一些。花盆的水沥得差不多了，然后就一盆一盆的放回原位吧。小院一直缺一个洗手盆，今天跟老公一起去建材市场买需要用到的材料。PVC 水管1根长4米，我们家的全顺不够长，跟老板借了个手锯，把水管锯短。洗手间只有1个排水口，拖把盆和洗手盆不能同时排水，所以装洗手盆之前先要解决排水的问题。之前的排水管是70的，为了方便套在一起，我们买了50的水管，用3通和拐角做成一个 Y 字形，这样就可以解决洗手盆和拖把盆同时排水的问题了。排水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要给洗手盆弄一个支架。之前我们想用石槽做一个洗手盆，但是石槽的价格让我们放弃了。今
今天买的这个才40块钱。至于支架，就用空心砖垒一个吧。排水管是直接放在地面上的，所以需要用小砖架出一定的高度，然后再放空心砖。为什么要用空心砖呢？因为我老公说小砖技术难度太高，他怕它垒出来是歪的。另外就是空心砖速度快，6块砖就解决了。平台垒好以后，突然发现之前做厨房台面的时候剩了一块边角料，正好废物利用一下，可以夹在洗手盆下面做一个置物平台，用来放肥皂、洗手液还是很方便的。水盆改好以后，就开始解决供水的问题。老公说用热容器接水管还是很简单的，只不过有经验的师傅接出来，外观上会更好看一些。今天这个接水管的活，如果找师傅来做，估计又要200块，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主要师傅还要专门找到的师傅时间上又不一定合适。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做吧。拧好水龙头测试一下，检查一下各个连接口，发现一个热容口没接好，那就再重新接一下吧。最后看一下成品效果吧。终于来安玻璃了。前2天安装框架的时候说定制玻璃需要10天的时间，可能是刚过完春节比较忙的原因，这一等就等了14天。老板说有几块异形的玻璃需要人工切割好以后再做钢化处理，所以就慢了点。切完玻璃，工人师傅就开始安装门窗。因为框架离厨房台面比较近，这块玻璃没法安装，只能先把框架拆开以后再装，其他的都是很简单的。之前很多网友留言说为什么玻璃和门窗框架不一起来安装，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了老板解释说可能各地玻璃定做的周期不太一样，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小区，零零散散接了300户的阳台窗户，也都是先安框架，再等几天装玻璃。这次来的是夫妻俩，大块的玻璃比较重，我老公想去帮忙抬，工人师傅却说你没抬过，抬玻璃也是有技巧的，一不注意就会碎。那就算了吧，老老实实的做一个看客吧。收拾花园。之前的视频有网友留言说石榴树种得太深了，覆盖的土太厚，不好透气，可以适当减少覆盖的厚度。刚好花箱里的土太少，那就把多余的土铲到花箱里吧。我准备在花园里种上各种美丽的花，在这之前需要把花园里的土打松散，然后把土里的石头捡出来。这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非我老公莫属。虽然我俩都没种过地，但是我老公自信呀，他说他小的时候看爷爷奶奶种过地，可以试试。翻土的时候发现厕所门前的小路跟花园的地面一样高，翻出来的土很容易就弄到路上，于是决定给小路加上一圈挡土墙。这个砖还是我们工厂花园替下来的旧砖，这次小院改造把一些品相还不错的都用上了。午饭时间到了，工作告一段落，简单炒了2个菜，一个辣椒炒肉，一个清炒豆芽，炸藕盒是外面买的，和老公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吃临沂大煎饼。午餐结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把多余的土运到需要土的花箱里。小花园的入口也需要一个挡土墙，今天也一并安排上吧。先用砖在入口处做一个小平台，然后再用同样的小砖做一个挡土墙，没什么技术难度，看上去平整就行。之前用砖铺路的视频，有网友说这样直接铺到土上，后期会下陷。我们也不懂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只能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把砖拿出来，再用土把下陷的位置垫高。花园的土翻好以后，翻出来很多土里夹杂的石头，这些石头真是想不到的多，鹅卵石、混凝土块、砖头装了满满的一小车，通通推到村里的集中回收点丢掉。时间不早了，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上条视频，我老公把小花园的土全部松了一遍，并且捡出一小车的石头。今天把小院里的杂物彻底清理一下，先把东边做篱笆墙时剩下的竹子清理出来，然后清扫一下地面。运输的工作还是要用到奶奶的电动3轮车。这些竹子本来想运到厂里的杂物间存着，被奶奶看到了以后，说这些竹子放到她家里去，以后种豆角、黄瓜的时候用得到。那我们就乖乖听话。天气慢慢变暖了，去年买的木柴还剩下很多。一方面考虑到放在现在的阳光房里会影响卫生的打扫，另一方面也影响美观，短期内也没有木柴取暖的需要，索性就全部装好袋子一起运到厂里存着。等到冬天再考虑小院木柴存放的问题。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柴火取暖炉和颗粒取暖炉的取暖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关于燃烧物的存放问题一定要考虑清楚。一台取暖炉一冬天至少需要1.5到2吨的燃烧物，这些东西的存放至少需要2个立方。如果空间上不太允许的话，就不要考虑这种需要单独存放燃烧物的取暖设备了。清理完毕，剩下的就是把地扫干净，看看我们的劳动成果吧。花卉市场的老板通知我们，之前订的黄杨到货了。一大早我就和老公一起开着家里的全顺去花卉市场拉货，顺便又逛了一下，买了一颗木槿和街香花。老板介绍，街香花也是比较耐寒的植物，冬天也可以在室外种植。黄色的小花散发的香味非常浓郁，味道有点类似白茶的香味。木槿花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红色的小花很漂亮。唯一的遗憾是不太耐寒，冬天需要搬到室内。到了小院就开始种植工作。这些黄杨我们是种在花箱里的。选择黄杨的原因主要是它比较耐寒，在寒冷的冬天，小院里也能有一点绿色的点缀，显得比较有生机。为了让黄杨更好的生长，我们还买了营养土以及发酵过的羊粪，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以后，先撒在需要移栽的坑里，然后再把黄杨种在里面。不知是谁泄露了我们在小院种树的事情，奶奶她老人家溜达着来到小院做技术指导。种好的黄杨需要浇水，第一次浇水需要大量的水来把花箱里的土全部浇透，这个过程比较漫长而且无聊，在这里就跳过了。黄杨浇透水以后，又给石榴树上肥料，还是发酵好的羊粪。老板说给树根周围堆上7、8公分厚就可以，咱也不懂，听专业人士的建议，总归没错吧。肥料上好以后，又把石榴树的树枝修剪了一下，把一些比较细的树枝都剪下来，据说这样有利于根系的生长。老公干活的时候，我也不能闲着，给买的几盆绣球换换盆。最后看看我们的劳动成果吧。网购的绣球和爬藤月季到货了，忙完手里的事儿，把花带到小院已经是下午了。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和老公分工合作。我负责拆箱，老公负责把前2天翻完土的花园用铁耙再耙一遍，同时再把土里的石头挑拣出来。上次翻土已经翻出一推车的石头，这次耙土的时候发现石头依然还是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设计自己的花园，也不知道需要多少花，所以就多买一些。这些花都是在一家店买的，总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同样价格买来的花，植株的长短粗细区别很大。个人建议，如果有购买花卉需求的朋友，尽量还是去线下门店眼见为实的购买更加稳妥。这是老公第一次用9齿钉耙干活，第一次体会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天。
看着自己豆粒大小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爬好的土地上，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不易。现在还只是春天，没有炎炎夏日的炎热。买来的花包装都拆好，花园也整理平整，天也黑了。今天是来不及给这些花换盆了，先把花都搬到屋里去吧，种花的工作要等明天了。上一条视频，老公用钉耙把地耙好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耙出来的石头没来得及收拾。今天一早来到小院，他先去清理石头，我就负责把植物搬到垫子里，并且做好分类。这些绿植有一部分需要盆栽，另外一部分又要地栽。在老公的帮助下，把这盆比较重的木槿花换好花盆，剩下的绿植我就可以享受换盆的乐趣。闺蜜知道我今天在小院种花，一大早就自告奋勇说来给我帮忙。来到小院后，光顾着跟奶奶聊天去了，好像把要帮忙种花的事儿给忘了。忘了就忘了吧，这个专业陪聊比让我们干多少活都好。奶奶是一个特别节俭的人，任何可以卖钱的废品她都不会扔掉。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小院里，就开始把我们往后鲜花的包装一点一点搭好口。这个靠墙的位置，我们种的是爬藤疟疾，梦想着能有一整面墙的花墙，就像这样。前两天用小砖铺的小路，挡土墙有点不太方便，走路的时候容易绊脚。今天就把多余的挡土墙换成平砖，这样走起路来方便一点。临近午餐时间，手里的活还没干完，小院里又有客人，自己炒菜是没有时间了，还是打电话让村里的农家乐给炒几个菜吧。农村生活不比市区，外卖就不要想了，基本没有送餐服务，都是预定好以后等时间差不多自己去拿。午餐结束，又开启了下半场的工作。现在出现的这个独轮车是我们鲁南地区特有的农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榆林山区人民就是用这个独轮车给人民子弟兵送物资。爷爷也是用这个独轮车推动了一家人的健康生活。种在盆里的小月季花开败了，给它简单修剪一下，把枯萎的花朵剪掉，这样可以把养分输送给其他花圃朵，让它更好的开花。就这样忙忙碌碌一天，看着现在的花园，不知道能不能把想象照进现实。再次来到这个卖旧石器的地方，上次来这里是想给小院淘一个石槽做洗手盆，被老板的价格劝退了。这次来是我们的小花园需要铺一条小路，计划来这里买几个磨盘回家铺路。跟老板说明来意，老板说不建议家里放磨盘，还是用其他的代替吧。有知道为什么家里不能放磨盘的吗？可以评论区科普一下。老板说，如果花园不大，就用10钱来铺，有1步110钱的寓意。一听这么好的寓意，那就决定是他了。商量好价格以后，老板得知我们只要10个，说了句“你们慢慢挑吧”，就走了。这是嫌弃我们要的少吗？来到小院就开始了小路的设计，太复杂的我们也不会，简简单单做个弧形吧。老公把他的想法比划着给我看，听他给我画的大饼，感觉很香。然后又把10钱先摆放一下，走走试试。我试了一下，感觉步子有点大，就跟老公说能不能调整一下。老公说我觉得走起来正好呀。我白了他一眼，你知不知道你1.8米，我才1.7米，我们俩走路的步伐是不一样的。这种10钱我们只买了10个，已经全部铺上了，现在要调整的话就不够了。忽然想到小院里还有2个家传的，都拿出来用了吧。10钱放在地上，走起来感觉不太稳，高出地面看上去也不美观，于是决定挖出一个坑，然后把10钱埋一半在土里。像这种体力劳动，还是让1.8米大高个来做吧。很多人留言说我什么也不干，只会动嘴说。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露脸的活都是我老公在做，干完活以后的收尾都是我来做。很多时候都是我老公不让我干，说我速度慢，跟不上他的节奏。10钱埋好后，又用水把10钱上的土冲洗一下，冲好以后就来检验一下工程质量吧。茶桌旁边一直缺一个随手放茶叶的小柜子，于是在某宝上买了一个。今天到货就开始了组装，店家配的工具都不太好用，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吧。这套小工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1字、10字、米字、6角的小套筒，放在家里组装东西很实用。老公忙他的，我去收拾一下做个午饭。今天吃的很简单，就不在视频里展示了。
茶水柜是竹木材质的，价格挺便宜，就是组装稍微有点小复杂，动手能力差的得慎重考虑一下。当然，能力强的请随意。小院的改造，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以及实用性改造的，所以没有那些特别亮眼的设计。所有改造项目都选择了很普通的东西。组装好的柜子放到茶桌旁边，颜色和其他家具挺搭配的。每次晚上在小院吃饭，都会觉得巷子里太黑。今天跟邻居三叔商量了一下，我们买一个太阳能路灯装在他家门前。三叔欣然同意，那就动手干吧。买回来的太阳能灯还是需要自己组装，组装好以后用网红吊顶神器直接钉在墙上，这样这条巷子里到了晚上就不会很黑了。一直想邀请卖绿植的老板来小院看一下院里适合种哪些植物。今天老板夫妻2人抽空过来，平时跟他们形容小院的样子总归没有什么概念，现在来到小院实地查看，并对我们的小花园建设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也可以帮我们梳理具体需要绿植的数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今天去买了一棵樱桃树，顺便买了几棵木香花和小盆的玫瑰，准备种在花园里。今天工作量很大，各种花种了1天也还没种完。种花的过程也没什么好描述的，就不多说了，请大家慢慢欣赏吧。前面压的天气特别好。儿子的同学家送了4棵桂花树，他们家有几十亩地的桂花园，还是寒假的时候来小院玩，说等到春天的时候送我们几棵桂花树种到院里。当时说说笑笑没太在意，结果前2天打电话问我们需要几棵，我们说2棵就够，但是大姐说2棵太少，送1次都不值当的，让我们听她安排。结果1次送来4棵。今天来送桂花的时候，刚好三叔带着他2个孙子来小院玩，看到送来的桂花，三叔一个劲儿的夸，这几棵桂花真不错，树形修的也好看。送来的桂花虽然好，但是我们要想一下种在哪里。小院太小，种不下这么多，先在院里种上2棵，再考虑另外2棵种在哪里吧。每株桂花连同土球差不多得有100多斤，本来想给我老公帮忙抬进院子，但是他说你这点力气还不够添乱的，还是我自己来吧。桂花种好以后还要用水把树根浇透，边浇水边考虑另外2棵种在哪里，于是打电话问问婆婆。婆婆知道送来的是4棵，就说工厂门前的花池还有位置，多的2棵可以种在那里。于是老公骑来奶奶的电动3轮车，把另外2棵运到厂里去了。婆婆看到送来的桂花说，这么好的桂花还给了这么多，太不好意思了吧，回头你们要好好谢谢人家。从厂里回到小院，又把街香花种在花园里。之前有网友留言说1片叶子也没有的花，你们是被人骗了，这种花种不活的。能不能种活我们现在还不敢下定论，但是花确实是这种先开花后长叶的品种，
而且树枝特别软，可以打成结，所以得名结香花。结香花种好以后，又发现种好的桂花有些影响小路的通行，就把最后一个石钳挪位置，最后把这株可以室外过冬的绣球花种好。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最后说一下，我们编辑视频的时候，老公的膝盖开始痛了，应该是用力过度导致的，足以说明桂花的重量是有多重。好了。孩子们一直想去小院自己做烧烤，前段时间不是气温不合适，就是孩子们学习时间比较紧张。今天周六不上学，下午就去小院进行他们向往的小院烧烤。跟老公一起去农贸市场，先买了3斤羊肉，然后又去海鲜区买了大虾、生蚝、海螺、鲍鱼等海鲜。生蚝和鲍鱼我们是用蒜蓉粉丝蒸出来，大虾我们准备烤着吃，其他的都是水煮。然后又去买了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对了，鸡翅是我们前一天腌制的，与我们自己的独家秘方。来到小院，我俩分工合作，他负责切肉，我负责把买来的菜顺出来。让老公弄点蒜蓉，他就拿刀一点一点的切，还是我教给他一个方便快捷的方法。喝饮料剩下的塑料瓶装上大蒜，用力敲打，很快大蒜就变成蒜蓉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么有意思的活动，必须把孩子们的舅舅和姑姑都喊来，热闹热闹。黄瓜和萝卜是烧烤必不可少的配菜，洗净切段，这一盘在烧烤店怎么不得20块？人都到齐了，生蚝、鲍鱼点火开整。趁着烧炭的时间，大家一起把肉串穿好。自己穿的肉串，首先肉质可以有一定的保障，其次是肉块大，吃起来比较过瘾。烤肉串的任务还得是我老公来，虽然比专业人士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也是我们这些人里面最优秀的存在了。每次我们自己做烧烤，我老公就会吐槽，烤了一晚上没上桌呀。确实，每次自己做烧烤，他都是全程服务的那位，桌子上的美味佳肴基本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会及时投喂，不然怕他罢工。孩子们边吃边玩，边玩边吃，玩得非常开心。闺女吃饱以后，还听着音乐跳起了即兴舞蹈。今天来到小院，先把老公家传的小推车放到花园里去。之前一直放在走廊下面，感觉有点碍事，放在花园里当花架用。院子外面的花池一直没种东西，今天把之前买的木香花种上。种完以后，用水把花池全部浇透。院子里面的木香花已经种上几天了，土也干透了。今天把枝条固定到墙上，靠近篱笆墙的就用扎丝固定。靠近水泥墙的需要用这种塑料卡钉在墙上。这株爬藤月季的枝条也一起固定到墙上吧。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院子外面的木香花要等土干了以后再固定。今天和闺蜜一起来买花了。前2天她来小院玩的时候，看我们种的玫瑰花很漂亮，说她家的花园也可以种，让我们再来买花的时候带她一起。简单逛了一下，还是来这家我们比较熟悉的店购买。这家店就是前2天去我们小院帮忙做规划的店。闺蜜说来一次挺远的，就多买点。小盆的玫瑰花就买了5大包，当然了，我们买的也不少。移栽的工作就交给我老公来做，我偶尔给打打下手。
子的枝条上有很多尖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加厚的猪皮手套还是很有必要的。网购了2个伸缩炸板，让老公一起装好。装好以后，发现2个栅栏拉伸长度不一样，网格有大有小，特别难看。看来还需要再买一个。已经买来的先固定好，空的位置就先这样吧，等另一个来了再固定上。体力活都是老公在做，浇花这么轻松的事情就不麻烦他了。